粮食危机前必须知道的5种食物获取途径，超市空了也不怕。第1种方法人人能用。2025年警钟敲响，面对全球贸易战、极端天气、俄乌冲突、印巴摩擦以及经济放缓和通胀加剧，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，价格持续飙升。更有曾预言马航失踪、缅甸地震的泰国预言家普拉，直指2025大灾难。若危机持续超出预期，储备终将耗尽。此时，如何主动获取食物将成为关键生存技能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揭秘5大食物获取秘籍，让你在超市空空如也时依然能自给自足。第5名，采集野生可食用植物。想要采集野生可食用植物，首先得记住，准确辨识就是救命的关键。别指望没网没电的手机 App， 最好随身带一本针对你所在地理区域的、权威的、配有高清彩色图片和详细文字描述，包括生长环境、形态特征、花期果期、相似易混淆的有毒种类对比的野生植物图鉴。反复翻阅，做笔记，条件允许时跟着老手实地学习。切莫只认能吃的，更要认清那些含有剧毒的伪装高手，比如剧毒的毒芹、酷似野胡萝卜或欧芹，某些致命的鹅膏菌、毒蘑菇，在幼年期可能与可食用的蘑菇难以区分。采集前，搞清楚要采哪个部位、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、种子，还有最佳采集季节。很多植物只有嫩芽或特定时期才好吃或无毒。还有必须的处理步骤，比如做姜草、苋菜等很多野菜富含草酸，需要焯水去除；橡子含有大量单宁，需要多次浸泡换水才能脱色；某些蕨类含有原蕨苷，必须彻底煮熟才能破坏；木薯等块根则含有氰化物，需要特殊的去毒处理。任何一步马虎都可能让人中毒。采收时留一手，摘叶保留根基，采果留种子，挖根留芽，保护生态才能持续利用。第4名，阳台窗台室内种植。如果你住在城市公寓，没有大院子，也别放弃亲手种植食物的梦想。利用各种容器、花盆、种植箱、泡沫箱、塑料桶、吊盆，甚至废弃的饮料瓶，搭建多层架、挂带或简单的水培管道系统，就能在有限空间里成倍提高产量。选用轻质、保水保肥的营养土，或者为了更洁净的室内环境，可尝试无土栽培、水培、根系浸于营养液中、器物培、定时喷雾营养液，或以叶糠、珍珠盐、制石为基质的配叶栽培。首推易成活、周期极短的芽菜和苗菜，如绿豆芽、苜蓿芽、豌豆苗、萝卜苗等，3至14天即可收获，对光照要求低，营养密度高。再者是速生叶菜类，生菜、小白菜、油麦菜、菠菜、芝麻菜等，1个月左右即可采叶续种。还有占地小、易管理的香草和葱蒜类，如罗勒、薄荷、迷迭香、香菜、韭菜等，这些用来调味的菜肴富含抗氧化剂和微量元素。如果你的阳台每天能获得6至8小时直射阳光，并且容器深度大于等于20厘米，还可以尝试矮生樱桃、番茄、辣椒、茄子、黄瓜、甜菜根、小萝卜，甚至深桶种植土豆。但请注意，阳台菜园无法替代主食与主要蛋白质来源，更适合补充新鲜蔬菜、香草和维生素。朝南阳台最佳，光照不足会导致植株徒长、瘦弱不易结果。室内种植则离不开生长灯，也要考虑耗电问题。此外，烧土多盆意味着需更频繁和精准的浇水施肥，推荐有机肥或缓施肥。水培则需严格控制营养液配比。虽然受空间限制，但蚜虫、红蜘蛛、白粉病等病虫害仍可能出现，需及时用自制辣椒水、印炼油等环保方法防治。最后，别忘了计算好大量花盆和湿土的重量，确保阳台或窗台的承重安全。第3名，城市近郊觅食。在城市及近郊采集野菜野果，安全警惕需放在首位。城市环境复杂，马路边的尾气与重金属，铁路沿线与工业区的除草剂和化学排放，垃圾填埋场、变电站与高压线下的电磁污染，以及高尔夫球场、公园草坪等频繁喷洒农药的场所，这些地方的植物都绝对禁止采摘。同时，公园管理条例往往禁止摘采，私有物业的植物更属违法，甚至会引发纠纷。理想的采集地点应远离交通干道和污染源，选择管理松散或鲜少喷药的区域，比如大型郊野公园深处、废弃河滩或管理较少的校园角落等。采集时务必低调、少量，尊重环境与他人。
在确认环境安全、无污染后，可尝试采集一些易辨识且常见的野菜和果实，如蒲公英、荠菜、马齿苋、车前草、野苋菜、醋浆草、榆钱、刺槐花、桑葚、枸杞，以及少量野苹果、海棠果、山楂等。但野生蘑菇种类繁多，毒性复杂，没有专业指导时绝对不要触碰。总而言之，城市觅食不仅成功率低、产量有限，而且从寻找、辨认到评估环境安全，都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，甚至还潜藏着引发社会冲突的风险。第2名，以物易物与技能交换。当现代金融体系崩溃或供应链中断、物资短缺时，手中的现金可能一文不值，但实用物资与技能将成为新的硬通货，用于换取食物和其他必需品。小而必需、需求量大的物品最具交换价值，例如基础调味与能量、盐、糖、食用油、生活必需、打火机、火柴、打火石、基本卫生、肥皂、洗发水、牙膏、卫生纸、照明、蜡烛、电池、小型太阳能灯、成瘾性物品、咖啡、茶、酒、香烟、常用药品、止痛药、抗生素、感冒药、创可贴、消毒用品、其他日用、针线包、多功能刀、绳索、管道胶带、水桶、密封罐、耐用衣物与鞋袜，以及满足精神需要的旧书、棋盘、乐器。与此同时，各种实用技能同样宝贵。你可以提供修理自行车、家电、衣物等基础医疗、外伤处理、常见病判断、缝纫与编织、木工与精工、水电维护、种植养殖指导、体力劳动、防卫安保、理发服务、育儿与教学、心理疏导。凡能解决他人实际困难的能力，都是稳妥的交易资本。交易时务必选择安全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，限于信任的小范围进行，警惕潜在风险。由于缺乏标准定价，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，诚实守信，积累良好信誉。学会基本的沟通与谈判技巧，避免欺诈与胁迫，让自己在物资匮乏的环境中依然拥有可持续的生存与互助途径。第1名，物尽其用。首先，你需要对家中的粮仓做一次彻底盘点，打开冰箱、冷冻柜、食品柜、储藏间、米缸、面桶，把所有食材分类记录下来，大致分为米、面、豆、罐头、调味料、干货、零食、饮料、冷冻肉类和蔬菜等。具体到品类时，再标注每罐罐头的种类、肉、鱼、蔬菜，然后清点数量，多少公斤、多少包、多少罐，并严格备注保质期和储存位置，方便随时查找。接着，养成先入先出的习惯，将保质期最临近的食材放在最显眼、最易取用的位置，例如冰箱门边、食品柜最外层，新购入的同类物品则放到后面。每次做饭或取用零食时，优先消耗快到期的食材，既避免浪费，也能让应急储备始终保持新鲜。再者，优化存储环境，为食材续命。土豆要避光，防发芽，切忌与洋葱同放。洋葱、大蒜需干燥通风，绿叶菜则要保持低温保存。苹果、香蕉会释放乙烯，加速其他蔬果熟化，最好分开存放。这些小常识能显著延长食物的可用期。最后，发挥变废为宝创意，芹菜叶、香菜根、萝卜缨都可入汤或拌菜，西兰花、老梗、莴笋皮去硬皮后也能炒食，南瓜子、西瓜子洗净晾干，当作健康零食。鸡骨架、鱼骨、虾壳可以熬高汤，过熟水果可做果酱或果酒。最大化利用每一份食材，本身就是对资源的再创造，真正做到物尽其用，为任何紧急状况打下坚实基础。好了，今天介绍的这5种食物获取途径，你认为哪一种最实用呢？准备永远不嫌早，学习永无止境。很多技能如植物辨识、食物保存、种植技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在平时就投入时间去学习和实践，不要等到危机真正降临才手忙脚乱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信息量巨大，对你有切实的帮助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